快来玩游戏，快来，讲规则。转瓶子啊，然后转到谁右手边的第一个异性提要求。我觉得转的人有权说左边或右边的。对啊，就是啊。可以。这个倒也是对。好。来。你选他俩给你谁出？谁给你出个题？出个题啊！选我吗？对，你来。木木，你选真心话还是大冒险？大冒险。深蹲30下，不要，等会儿慢慢玩它。来，给旁边的李李来一个那个什么公主抱。可以吗？可以啊。好。而且我告诉你，有个前提啊，他就这么坐着，你把他抱起来，不是他站着啊。没问题的。很沉的。这就过下了。你来转吧。自己。现在给你出题，大冒险。还是大冒险。再抱一下。看出你人品的时候到了。抱大哥。可以，抱大哥。太坏了你！你要多少斤75啊？那可以。小心腿。可以啊 ，OK。这奶有力，绝对可以的，可以。我跟你这么说，我们俩是室友，每天我上床时，他这么给我抱上去的。好啦，看我啦。大哥，大姐弄到大哥了，来。选他。哎呦，不太好意思。行了，来吧，大大方方的。你真心话还是大冒险？我对。大冒险呀！大冒险呀！来，开始了。找一位同性面对面十指交扣，深情对视，深情的朗诵骆宾王的《鹅》。哎呦喂，快点的！来吧，宝贝，来吧，宝贝，十指相扣，深情对视。来，你把我当女人，啊！来，看着我。鹅，水下天鹅，白毛浮水。还有呢，没说完呢，还没完，弄完，快点来！看着我眼睛啊！我的女儿，曲项向天歌，曲项向天歌。好精彩！腰疼。我来了啊！哦，真心话大冒险。大冒险。让 Joe 说广东话，必须说甜言蜜语，他模仿。你说好没？我在你的眼中看到了最温柔的景色。来吧，广东话。我喺你眼中見到最温柔嘅景色。哇，好好听啊！罗老师在你眼中看到了最温柔的景色。你讲的是广东话吗？谢谢，重新来。这已经我的上限了。OK， 3个字说一遍，看模仿。我響你眼中見到最温柔嘅景色。全讲一遍。来，来你。我響你眼中見到最温柔嘅景色。罗老师在你眼中看到了最温柔的景色。罗老师，行，放过，求放过。你来转吧，好，给你转了。好了，你这妥妥的女人，谁给你出个题？他选了个善良的。干嘛？大冒险，大冒险。
跟一个异性跳一个稍微暧昧一点的舞。贴面是吧？那你是惩罚那个异性吧？我是在想，你不是惩罚他哦。奖励。哎，对不起。等一下，我先大冒险跳出去，跳湖里面去了。对不起，救他，一起救救他。你选一个女嘉宾，然后公主抱，然后深蹲3下，左右两边选一个。哎，没想到你会选我。可以，我就选你就好。就是一男一女啊。就是一男一女啊。我爸这个儿最大。我站起来是吧？我站起来。对，还有一点啊，就是对大家看着就是安全第一。对，护着点，左右护着点。他不用深蹲了吧？小心瓶子。哇，他好厉害！他好厉害！吓死我了！吓死我了！真的好厉害！你还颠了一下，对啊。行了，要好。快转吧。哦，哎，他们已经说了，我选他，可以吧？温柔一刀，来，真心话还是大冒险？大冒险吧。大冒险，就把你刚才说的那个找个异性在中间跳个暧昧的舞蹈跳一下，还给他。干嘛？大冒险。跟一个异性跳一个稍微暧昧一点的舞。王老师，我有一个规则啊，说过的不允许再去说。那不行，我给自己挖坑啊！我要是你，我就找王老师。王老师来吧。暧昧，就你往前进，我再往后，你进我，我进你，不就完了吗？那个叫什么？悄悄哒。你别那么难过的。啊，可以啊，可以听了。行。OK， 下一个。非常好。很棒。王老师，你问吧，大冒险。俯卧撑几个？10个吧。哎，女生啊。三个就好。哇哦！哎，可以。哇，这也太厉害了吧！好。穿了这身衣服俯卧撑。哦，这么那你一直说。哦。终于轮到你，罗飞，快来吧。Lily。和王老师学一段舞蹈。哇，可以 ，OK， 非常好，可以看王老师跳舞了。新疆舞，是那个动脖子那个，对不对？我本来想说 Tango 嘞。别学那个，这是一次机会，可以学东西。新疆舞，好。 OK。别动啊！待会儿。 OK。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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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飞跳的挺好的。哎呦！这个来了，开始了。这个可爱，这个好可爱，这个。
是你。不说温州话，让我们罗非来学一下。哎，这个 OK 的。来吧。你给你去德巴米。你给你哭的米，你给你哭的米，你给你哭的巴米。罗非懵了。翻译一下，翻译一下。你今天睡饱了没有？哦，嘿，这个很好啊，我们可以天天说啊，一下来每天说，你给你哭你给你巴你，你给你哭你给你巴你。再说一遍。而公告牌去在哪里？人生故事今天晚上就开始了。故事分享即将开始，现在请共同推选第1位分享者。哦，新人呗，最新人开始，然后我们也多了解一下。我觉得吧，先别欺负新人。对，我也觉得。我的信封在最上面，先来讲好不好？哇，好可爱！好萌啊！这张照片的那段时间呢，其实是我一个人带着2个女儿度过的一段非常难忘的日子。那个时候，我大女儿是8岁，小女儿4岁，我37岁。然后我是带着他们离开了200平方的家，然后住进了一个50平方的房子。米达，这是我们买的床板，对着镜头说我们要搬家啦。要说是这样，客厅、厨房。以前可能被保护的比较好，然后生活环境也比较好。小时候是爸爸妈妈的宠，后来是老公宠，然后工作也很顺，领导也都很喜欢你。就是人生的前半程走得非常顺，然后我看似光鲜亮丽、衣食无忧的我的前半生就此翻页。我当时是想努力的保持原来的那个环境，明白？所以我一边照顾孩子，一边打工，一份工作接着一份工作的做。那些年甚至到现在，就是我最常和2个女儿说的话就是“妈妈在”。Sorry。当时离婚的时候，因为有2个小孩嘛，按惯例就是1人1个，然后妹妹是判给我的。我相信姐姐在很多年对这件事情是一直会耿耿于怀的，因为我觉得她潜意识里会觉得，妈妈怎么不要我了？去年就是她跟我一起吃火锅的时候，她问我，她说妈妈，她说你当时为什么没有，就是把我也带走？然后我说是这样的，我是很希望我一个人带你们俩，但是我说法庭就是判不了，你妹妹太小了。我说我当时想吧，我说你大了，我说你有腿，你自己可以跑过来。然后她说妈妈，我现在不就已经跑过来了？记得有一个深夜，我忙完了所有的事情回到家，然后我就记得我当时瘫在床上，就是连动1根手指的力气都没有。就在这个时候，就是我看见一只蟑螂从半空中飞过，
几岁十几岁的时候呢，我如果看到蟑螂，我就会让爸爸妈妈来帮我打。然后20多岁的时候呢，我肯定会尖叫着跳起来，让我先生过来帮忙打。30多岁的时候呢，因为有小孩在，所以我会硬着头皮拿起拖鞋。但是在那个精疲力尽的夜晚，我看着那只蟑螂，就是内心没有一点点的波澜。然后呢，我安慰自己说，别打了，就把它当成是一只蝴蝶吧。在那一刻，我才明白，就是我内心那个需要被保护、生活在舒适区的，小女生，其实已经成长为一个坚韧的女人。女性的成长之路可能是用一只只蟑螂的尸体铺就而成的。假如我们依赖他人来滋养自己，呈现出来的美是苍白的，就扎不了根的。那些至暗深刻所生发出来的坚韧，都是我自己的。正是这些给了我继续前行的自信和力量。我们家也发生过，然后也是，其实我吓得要死，但是我很淡定。然后我女儿还说：“妈妈，你怎么不怕？”我说：“那是因为我是你妈。”她其实自己知道怕得要死，就可能真的有女儿的妈妈是不是都这样子的？我觉得你现在很坚强，虽然不得不坚强。听完他的那些遭遇，就真的挺惊讶的，而且他看似一个娇小，看到他的坚强，深知这个人的背景和真正他能打开他的心扉跟你去畅想的时候，我觉得那些共鸣和那些想给他更多关爱的这种主动性就油然而发。哇，这张照片是在香港陪我2个儿子去看演唱会，之前都是我安排计划，这次角色切换了，攻略都是他们做的，我开始跟着他们混了，现在已经不用管任何行程，只负责我最喜欢干的事情，就拿起手机，一直爱拍他们。我的朋友圈有很多他们的照片，嫌弃我太发了，爱显摆。氛围变了一下，真讨厌。但我想的是，等我死了以后，他们其实可以翻我的朋友圈的。因为我觉得吧，有些照片经常放在硬盘里，可能几年都翻不了一次。但我觉得发朋友圈呢，随时都可以看。他们小的时候啊，因为双胞胎，我从小呢就是带孩子，就比如说喂奶、换纸尿裤，就跟妈妈一样。我陪孩子踢球、排球、打乒乓球都是我教的，所以你们觉得我很唠叨啊，可能是因为我老有一种爸爸的爱。就是我为什么愿意去主动的去上小学呢？因为相对来讲，就是说我的时间被卡得死死的了。朋友聚会其实有的时候让我去，我死我也不去，因为都是在下雪时间高峰期。因为我觉得是这样，只有在车里能见到他们。就是哪怕那几十分钟吧，也值了。其实有的时候堵车，我就想，越长越好。可能什么都不说。家是什么？家是跟孩子在一起。如果孩子不在，其实家也就散了。反正现在有大学通知书了，我觉得像放飞自我一样，
开始一段新的入场券吧。所以我觉得现在就是我想做自己，不为别人而活的，这就多了。棒棒。选一个。我想听马老师的故事。马老师的故事来。这张照片是2020年5月份的母亲节，我女儿颁给我宇宙最棒妈妈的这个奖状。下面是她画了我的一张照片的一个素描，很像你啊，很像，非常像。在我人生的上半场，我拿过不少奖，但今天如果只能留下一个奖状、一个称号，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妈妈。为了成为妈妈，我吃了我这辈子都没有想象过的苦，打过的针，去过的医院，流过的泪。我比任何人都能体会，这份看似寻常的幸福是多么巨大的恩赐。从前我的成就感来自于老板的首肯和各种外界的声音，但是现在，它来自于清晨的一个拥抱，睡前的一句妈妈晚安，还有他们毫无保留的信任和爱。然后那些年还不是非常懂得做妈妈的时候，初为人母总是1秒钟河东狮吼。在工作的时候，儿子不懂的时候，哎，给你视频，你会觉得妈妈在开会，呱一下挂掉。现在你多希望跟他有这样的联系，现在真的觉得好像这样的一份被惦记是多么的奢侈。然后同时，其实对我而言，我也非常感恩孩子的爸爸。他也是非常一个有责任、有担当的爸爸，就是虽然我们分开了也有近10年，对孩子的爱是不会缺席的，但是我们各自会有自己的生活轨迹。王艳跟她前夫的那种处理状态，是我很认同的，也是我跟我的前妻想努力，或者是也是达到这样的状态。挺心疼的吧。经历了好多难的时候，再过些年，可能也会面临一些就是来自父母这方面的身体上的压力，就是我就很心疼。下一位，哇哦，好帅哦！哦，那个像 TVB 里面的男主。对。我的故事可能就没有那么沉重，希望你们可以从这一些我等一下所讲的了解我多一点。好，果然这么大的字还是看不懂。眼睛戴上。那你的眼睛还是比我的度数高。这次和特意字打大了，对，已经打大了字。我们这么一分分的，没有一个是小字的，我看到都是非常大。如果等一下我激动的抖的话，那不是激动，那应该是有点冷而已。OK， 这张照片应该是我30多岁的时候拍的。那些年的生日，因为有很多生意上的应酬，还有交际，每一次生日大概都有几十到100多人一起过的。夸张的时候，一过要过1个星期，热闹是很热闹，但是从来都不是自己的。我在99年的时候，因为工作的需要，我从加拿大回到国内做生意。在短短的几年里面，我从一张白纸一路做到公司的管理层，也为了胜任角色，我学会了很多的人情世故。本来什么都不懂的，那时候读书，连酒都不懂得喝，啤酒一喝，哇，好难喝。那时候是这样的，每天都要戴上不同的面具，面对不同的人。那个时候每天熬夜，每天喝酒，每天应酬。然后内心虽然是很抗拒的，但是为了公司的业绩啊，每次都是凭着责任心硬扛下来，压力也很大，也经常会有点焦虑，感觉我的人生都过得好累。这样的时候觉得说放下是很难的。我每次都能听到自己的内心的声音说：“哎，
我是不是想这样过一辈子？在一次反复思量很久以后，我自己也下定了决心，辞去了管理的职务，放下了维新的交际，转身就去寻找自己。我们广东话叫曲房楼，那怎么变成一个书房楼？然后其实我自己觉得也没什么不好的，因为我觉得如今的我感觉是比较充实和平静的，也不用戴着面具去迎合谁，我也可以很安心的去做自己，想做什么做什么，但只要不伤天害理的话，现在的我生活比较简单，作息很规律。我有更多的时间陪我家人，就陪我妈妈，他们都更多时间陪她，其实我很开心的。然后这样的第二次的人生，其实我自己来讲，我是很满意、很开心的，对。比较简单一点。然后我们有，我希望大家可以平复一下。好的，对一下。所以我很羡慕你，还有妈妈可以陪。我到现在还是每天都跟我妈在发信息，等一下结束还要再打个电话给她，然后对。看起来她身体挺好的，现在已经这么晚了。不是，她比我晚睡。哇！对，她比我晚睡，对，她经常熬夜，然后看手机比我还多。我的老人家好幸福。咱们以后都是讨厌的老人家。谢谢就带给我们一些短暂的快乐。对啊，就让你们多了解我一些。也很重要，因为那个时间点，我觉得你是找到了自己，而且你是主动的走出了那个。是的，我跟你说，现在的我呢是 I 人，其实我跟你说，那个时候的我绝对不是。我的朋友多到我甚至摆了好几桌的，真的是那个时候不知道为什么。那为什么会变成超级癌？没有，我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年纪大了吗？找到内心的 peace， 不需要外求。对，我就觉得好像就我也不需要谁，对，我现在都只是跟一些很好的朋友或者跟家人去小范围的，对，偶尔几个，对，家聚一聚，对，就没有必要太多。不过我也觉得，就是人生就是不断在做减法的。对，而且很多朋友都不是跟你经历了些什么，只是跟你喝过酒，可能跟你吃过饭，可能自己一起玩过而已。所以我刚来的时候除了胃不舒服的时候，所以我也是比较，你的胃不舒服就是这么来的。对，我觉得是，不很敢跟大家交流太多，因为我不知道各位的个性，也跟你们不熟悉，所以我就有个距离感。我就反正先不说话嘛，没关系。现在呢？现在好很多了，现在话有点多了，对不对？觉得现在话多了，没有也敢开玩笑，没有放松。其实我跟你说，我跟朋友乱开玩笑很夸张的，反正只是跟大家不熟而已。夸张到什么地步？今天晚上告诉我们以前什么样，明天开始就大放光彩了。没有，我明天要变成爱人，你不用担心。哦，下面理你。他比我来看，那是我。哦，好可爱，小时候。这张照片是我在16岁跟我父母的合影。少女，那时候的我是一个非常幸福、自由的小女孩，也是一个身在福中不知福的小屁孩。长大后，我没有听父母的劝，一头扎进了爱情。对方会说好听的情话，会在卡拉 OK 唱深情的歌，我以为这就是我想要的幸福。可结婚没2年，新鲜感褪去，日子就露出了真面目。成长环境的不同，导致我们生活观念有了很大的分歧。
这种压抑的状态让我陷入焦虑。已经戒烟多年的父亲，又坐在沙发里抽起了烟。末了，只说：“回家吧，爸爸养你。”离婚后，我回到了我父母身边，我体验了久违的幸福。父母是我身后坚实的大山，可以为我遮风挡雨，是我敢回头、敢向前的底气。我总以为，被他们宠爱的日子，就像院门口的那棵老槐树一样，永远都在。命运偏偏不随人愿，母亲和父亲相继查出了重病，先后离世。对我来说，好似天塌了。我还清楚地记得父亲走的那天，只知道身体在发抖，抖到我不知所措。12岁的女儿紧紧地抱着我，妈妈，别怕，还有我。就从那时起，他就已经承担起替妈妈遮风挡雨的责任。回想起，在扎在我身上，我突然明白，比起批评，失望2个字对他来说才是最重的惩罚。现在的他参加工作了，所有的节日都会送我礼物，包括七夕节。
没有小朋友啊，所以你们也不用哭鼻子。当我有伤疤。这张照片是2018年的最后一次日落。就我这时候是躺在这个医院的脊柱外科的病房里面，就等待这个几天以后的手术。12月20号，就11天以前，我在北京的一个攀岩馆发生了一次非常严重的事故，高空坠落。今天坐这儿是另外一位，重新活一次。我当时我妈妈已经80多岁了，我不敢跟我妈说。然后出院，我去了我的朋友家住，他人在德国出差，就我一个人躺沙发上，从沙发到卫生间差不多5米的距离，我唯一能移动的方式是非常缓慢的把自己滚下沙发，带着2个护膝。然后手拄着一个板凳，几厘米的跪着挪到厕所去，爬上马桶，就这5米的时间，我要走20分钟以上。但我第一次就爬到那个马桶上，我第一次自己上了厕所，我就觉得就是我能过去这件事儿，就是我能解决后面所有的问题。会有些心疼他。受伤以后，我得到了3个月跟我妈妈独处的时间，就跟她住在一起。就如果我没有这次事故，我连这3个月的回忆都没有。然后这件事儿过后，我妈妈就开始年迈，记忆力衰退，然后直到我妈妈离开。其实我们都以为是来日方长，就都想不慌不忙的，但是就是难料世事无常。就我想说的，其实是我们珍惜眼前的人，珍惜这个命运赐我们的一切。我觉得这故事虽然是关于你自己骨折了、受伤了，但我主要的，我觉得是你和你妈妈的爱。对。是的，所以我们都珍惜现在拥有的一切，好好的看护家人。我来吧。戴帽子的那个。我知道。啊，和妈妈。这张照片真的都不能看，是我朋友圈上锁的。上面写着“加油，勇敢妈妈”，是我妈妈患癌症晚期的时候，当时我在北京还在上班，接到姐姐的电话，就说妈妈不行了。然后就立刻订机票回家，因为其实这张照片就会
年，我爸爸也猝然离世，特别突然。就是其实有爸有妈，哪怕或者是只有一个妈妈或只有一个爸爸，你觉得还是个家。我的父母走了，我觉得我就是个孤儿。我其实都好羡慕你们，到了一定的年龄，爸爸妈妈还在。我妈妈在我29岁的时候就走了。而且刚才妹说的那一句话，我有个妹妹，我妈妈早上还在跟我通电话，她是慢性病，然后到了下午，我妹妹打电话给我，跟我说妈妈不行了。我就记得我在深圳，我开车去机场，堵车，后来我到了机场了，我在现场买票我跟我说没有了。然后我就说求求你给我最后一张，能不能给我一个票，因为我妈妈要不行了。后来旁边有一个旅客就把他的票让给了我，跟我说你去吧，我不走了。后来我买到了这张票，我就接到一个电话，我清楚的记得我妹妹在电话里说的那一句：妈妈没有了，我们没有妈妈了。然后我就记得那天我就是哭着一路飞过去的。等我到的时候，我去的是太平湖。他从那个冰冷的抽屉里面把我妈妈拉出来的时候，我觉得是个玩笑。就是那一年我29岁。我爸爸是在我25岁的时候走的，那生我生得晚，然后我工作第2年。就是一点给他尽孝心的机会都没有，他就走了。我是拉着他的手，那个体温一点一点变凉的，就最后那是那样过去的。我也见过我爸爸从那个冰柜里拉出来的时候，给他套衣服那个样子。你想这都过去多少年了，我就现在还。就是后来我再重新重建的时候，我就在想，如果他们在上面看到，他们希望看到的一定是我坚强的、乐观的、积极的活着。我来 Q 一个吧，就你吧。到我吧，行。对，好。是小朋友。对。跟儿子同框的这张照片是千禧年的大年初一，那个时候我儿子才4岁半，然后那个时候的我跟现在其实很大不一样。00年我才25岁，对。公司发展呢是个上升期，
那个时候我经常出差，我唯一的亲子时刻就是深夜回家，然后轻手轻脚的就只能亲亲他那个熟睡的小脸，因为我没办法，我没时间。但是我估计谁都想不到吧，这张照片拍完10个月以后，我就拎着一个29寸的行李箱和2个纸袋子，我就彻底离开了这个家。然后因为我跟他爸爸离婚了，那种深入骨髓的冰冷那种感觉至今都还是会偶尔爬上我的脊背。因为他提出来的他要养孩子，所以呢我就放弃了和前夫共同经营的公司的股份，就几乎是净身出户了。就眼看着这段从同学少年情深开始，到婚后我们俩白手起家共同创造的家业，5年间合力累积的财富，就在千禧年那个冬天，就从我人生里面一起变成了一个回忆了，就定格了。然后从民政局拿着离婚证走出来的时候，我心里面有一种尘埃落定的解脱感，但随之而来的其实是对未来生活的一种焦虑和紧张，因为我的妈妈有严重的慢性疾病，需要长期的治疗，然后我妹妹刚刚大学毕业，他们都很需要我的照顾，但是我已经是一个离异又失业的女青年了。我就觉得我那个时候其实根本没有时间去回望曾经拥有的这种优渥的生活，也没有精力去缅怀已经没有了的家和爱情。我唯一的目标就是站起来，立刻的要赚钱，我要把自己和家人的一切要支撑下去。其实我一直不敢，我也不能停止我的脚步，因为生活的这个担子从来没有从我的肩膀上挪开过，包括现在。但是呢，如果时间倒流，重新给我一次选择的机会，我想我还是会选择净身出户，因为我很清楚的知道，这是最大限度保护我年幼儿子的方式。在他的世界里面，除了那个经常出差晚归的妈妈不再住在家里面了，其余的事其实什么都没变。但是这一切呢，既然是我松开手放开那些资源和财富就可以换的，那我就放吧，勇敢一点。我可能面对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为什么我在2段的婚姻，我2个选了不同的人，还是会有一样的结果。其实这也是我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会觉得自己不是说失败，就想不明白这是为什么。那没关系，一切都会越来越好的。对，所以我觉得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真的。很多人说往事如烟，不会如烟的，事儿过了，那份情没过，自己的心里面没过掉。所以我觉得今天就是让大家有这个机会，是很残忍，但也挺好的。看看伤口吧，越来越好。会的，一定会的，我们都会的。好，来，顺着我吗？当然。今天我这个信封里面，我就是带同样的一个照片。哇！因为我念的时候就是要看着这个照片，这个照片是前几个月拍的。你们都知道我叫罗非，但是我另外一个身份是我的名字叫 Arthur Jones， 我的姓就是 Jones， 但是我们这个姓 Jones 是来自威尔士所以算是我们的祖籍。我小时候我父母都是老师，所以当时70、80年代，这老师的工资不高，
然后我们从来没有出国，大概到10岁左右，爸爸学习了开车，然后我们买了一个很破的，我还记得50英镑买了一辆车，50英镑，所以我们每年都会从北英格兰开到威尔士，然后到了大概13岁，最后一次去，然后我们带我的爷爷，那个时候他70多岁，就到了第2年我爷爷走了，然后我们再没有去。但是最近2年左右，我们都发现我爸爸变了。一开始就是记忆力不太好，然后他变成很焦虑，他从来不是这样的，到最后去年的年底，他被诊断阿兹海默，记忆开始消失。对。一直要面临这个问题。然后，我觉得阿兹海默是一个非常不公平的一个疾病，因为记忆嘛是我们的性格的很大的一部分，你没有记忆，你怎么去沟通？所以他现在就是，甚至你到了下午，他早上发生的事情都不知道。然后有时候我们可以跟他沟通，这不是你的错，这是一个普通疾病。对。但是问题是过了几个小时，他都不记得我们这个对话，所以他一直要面临这个问题，每天重复再重复。对，所以就我回去多一点，是因为他们都在伦敦现在。这一次我们去威尔士，然后发生了一个特别奇怪的事情。我们到了那里，我爸爸的记忆回来了。哇，故地重游吗？我爸爸说：“哦，我知道海滩在哪里，我带你们过去吧。”我开车，他可以做导航，前面左转，不是看地图，他都记得。哦，那里有个非常好的咖啡厅，他都知道的。我就到了山顶，我是特别开心。你看我爸爸那么开心。特别开心。你看我爸爸那么开心。爸爸像个孩子。特别开心。然后我就想起来，我们就是一家人，有点像我小时候，我们跟我弟弟和爸爸妈妈就是爬山，然后就超级开心。对，你爸爸像个孩子一样。他超级开心。你也很开心。特别开心，特别开心。过了40年，那么多年，发生了那么多事情，我跑了那么远。你可以说许多事情就变了很多，但是某一种意义上，一切好像都在原点，什么都没变。特别开心，我爸爸回来了一段时间。对，就是回到原点了。好了。好棒！我没想到我会这个样子。正常。我也没有想到啊。周飞，你跟我们两人说过，你是唯一的一个外国人。你其实刚来的时候会有一种孤独感。我觉得我要跟你说一句话：你是一个外国人，但你不是外人，你是自己人。好棒！最后一位了 ，Andy。哇哦！这个是年轻时候的我。
20岁，2000年应该是，留下了我很多当侦察兵时候留下的一些记忆。被找到还被再打一顿。直到2年前，我父亲呢生了一场重病，让我措手不及。因为作为独子那一刻，一些重大事情没有人商量的时候，那种无奈。但是我很快就打起精神，必须站出来，成为家中的一个顶梁柱。父亲从诊断到给他找最好的医生团队，我从头陪到尾，身上的他打了6个孔，然后每天还要给他端屎端尿，还要给他换那6个孔流出来的那种手术后的那些血。这也是因为这个过程，我们之间的角色关系好像发生改变。他开始像一个孩子，他变得敏感。而我就接过了他肩上的这个担子，成为他和母亲可以依赖的人。这个经历其实让我更加的成熟，也更加珍惜跟家人一起的点点滴滴的这些时光。我真正感受到父母在慢慢变老。我们彼此能陪伴的时间，其实真的是屈指可数，越来越少。所以我们现在非常珍惜跟他在一起的每一刻，哪怕今天回家就是跟他吃一个饭，然后我觉得这一刻才是最幸福的。就我觉得，因为说起来好像没有父母的也真的不少。如果有可能，我们这是一个暂时的家，我们也是更好的家人。我觉得很难得有这样一个机会。打开腾讯视频看日落时分说爱你，每周4、周5看正片，周6看惊喜加更，更多甜蜜时刻等你发现。每周日、周1陪看正片，超多内容想不停。所以这是我送给你，我送给你。不是按照我爸爸的名字吗？什么？我说我自己起个姓。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我的梦想是跟王老师一起开着粉色小轿跑去青罗看洱海。那你上去拿的时候，你心里慌吗？我慌是差点摔了。真假？真假？真的。腾讯视频 TV 版、极光 TV 同步播出，大屏观看更沉浸，畅享极致视听体验。关注腾讯视频 SVIP 微信公众号，获取更多追剧资讯，领取专属优惠。现在开通 SVIP 即可享受内容抢先看、大屏观影等特权。腾讯视频 Jump 卡，年轻人专属会员，享亲临现场等10大权益。关注腾讯视频 VIP 官方账号，最新会员权益、福利资讯抢先知。感谢合作伙伴丽丽城传媒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